当然，如果你是吃到辣外面已经在后门跑出来跟你说 “hello”， 我就可以理解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我的身上哦。对啊，那天还都包得鼓鼓的嘛哈。嘿，大家好，Justin 教授又来了。台湾人的平均的 IQ 是全世界第4名。那为什么把一些台湾人跟车子并在一起，就变成专业的白痴呢？一定会有一些酸民说，你这个阿多哥怎么敢批评台湾人开车的方式？我只有一个答案啊，因为我开车在台湾30年，而且如果你看影片到底，你就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我的身上，简直是像万民关头一样啊！我知道我的观众的 IQ 很高又很聪明啊 ，IQ 不高的也不聪明的可以酸我在留言下面，没有关系。反正啊，我先问全台湾，我们何时可以草树？这个是一个选择题啊。A. 你的老婆、女朋友或者小狗要生小孩。B. 你跟一位你喜欢的女生去看《亡命关头》第9，然后想要炫耀你的男人味，其实那一部不怎么好看啊。C. 你被警察追，因为你没有戴口罩。D. 你昨天晚上吃的麻辣锅在后门。你看啊，我有多仁慈，我还给你们选择题。你们以为一般的教授会让你那么好过考试吗？那请问你们选什么答案？选到 A 就错了。开得越快，机会跟别的车子亲一亲很高啊。然后小孩子不会很开心。如果你选 B， 是听起来非常的合理，可是恐怕这个也不是正确的答案。我知道现在要把妹啊，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现在的女人的要求很高，问我老婆你就知道啊。我不是读到博士为了好玩 ，OK？ 选择 C 秀秀脸，怎么没有戴口罩呢？唯一一个我可以同情的就是 D。我们都知道吃辣外面或者麻辣锅，有时候是无法控制，就像士兵去战争之后回来有后遗症，你能够怪如果他脑子不清楚吗？对不起啊，法律还是不会接受，因为你有拉肚子，所以超速。那些奇怪的人认为我是胡说，或者不想承认，或者不爽，因为我讲的实话。你们去跟你的里长讲，让他来找我，而且我不想听人家跟我说别的国家开车的更糟糕。我知道，我去过很多的地方，但不用跟我说，当你们有1000万的时候，就不会想要有的2000万。我们总是在追求让事情更好。说实在，我看过太多车祸在台湾，更很愚蠢的事情在路上，让我非常的怀疑，有一些人一旦他们碰到车子的时候，本来的 IQ 104就变成-3。反正如果你这些酸民不开心，那你们就给大家抱怨，但是不要再跟我抱怨啊，因为我没有空理你。我就在认真在做下个礼拜的麻辣锅。现在我觉得我最能贡献的就是分析我们会遇到的人在高速公路，然后为什么他们才是真正的公害。第一个，我们都知道最左边的车道在高速公路的速度限制是大概100，不是大概就是110。有的人说你可以快个5公里，或者慢个5公里。那为什么一些人在开车的时候只有开到90？这表示我们都需要环绕那些慢车，导致更危险。而且有没有3大灯，他们还是不理你。这些人是中听的吗？很固执，还是他们的码表有问题吗？有任何的这些的异常，他们就不应该再开车。我相信只有你有开过车在台湾高速公路，你就遇过这个问题啊。如果你还没有开车，别担心，你很快就会遇到的。这个毛病特多是在过年的时候，所以
拜托了，如果你没有要把车子开到正确的速度，麻烦你把你跟你的车子移到中间的车道，不要当一个很固执的牛，像那个老婆演那个什么功夫。我还没有讲完了哈。更糟糕的是，那个人逼你按他的喇叭，闪他的大灯，当你已经在正确的速度，而且也没有办法开得更快，因为前面车子太多了。请问他们是真的有那么急，需要到他们家找个10秒吗？有差吗？当然，如果你是吃到辣外面，已经在后门跑出来跟你说 hello， 我就可以理解。我的专业建议啊，假设你知道明天你会开车在高速公路，不要吃麻辣锅，吃点花椰菜跟高丽菜，跟我一样啊。我还没有讲完呢哈，有的人以为高速公路是赛车场，所以他们必须开车用那种 S 型。我很开心你能够用这个车子做出一个 S 型，可是他们开得快到他们的车产生一个真空，让我的车子会被吸进去。我就是安安平平的开车，听个500个歌，像什么挪威的森林啊，或者痛苦的人，结果好像是喷射机穿过我的窗户，我的耳膜爆炸，这是真的有必要的吗？我只能想，可能已经太晚了。马拉锅已经在驾驶的椅子的上面摇滚，迈安内啊！有的人不打方向灯，在换道的时候，我需要用我的预测的能力猜测他们何时会换道吗？他们在玩俄罗斯的枪吗？就是把一个子弹放在枪里面，转个圈圈，放在脑袋按一下。要玩这个游戏吗？有必要那么自私吗？有那么难把一个手指动一动，为了按个方向灯吗？但最糟糕的就是我自己经过的卡车的司机或者巴士的司机的目标是把我的车子变成一个汉堡。你们应该都知道我在讲哪一些司机，就是他们开他们的卡车好像是一个法拉利或是兰博基尼，那个兰博基尼。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我的身上哦。对啊，但是他的跑得普普的嘛哈。不要理那个什么错误的那个日期啊，那就是真的发生今年。最傻眼的是这位司机是去处理前面的巴士跟卡车的事故，可是他是差一点把我捏死跟我太太。你听到那个鬼叫的声音啊，那就是我的太太啊，其实是我自己啊，不过我就不想承认。我跟你们讲哈，这个经验是我人生上经历过的最可怕的事情，而且不要忘记了，我有看过 Trump 的头发。最后就是那些人开他们的车门，在一个很忙的路上没有看后面的 scooter， 他们是想要产生一个鬼婚或者鬼新娘吗？因为相信我啊，如果你是这样开门，没有办法避免有一天你的另外一个伴大概就是一个鬼啊，可能没有一个真正的身体。拜托了，多利用那个高的 IQ 看后面就会没事。有在骑摩托车的人，不要以为我忘记了，我是特别把这些人留到最后。我必须承认，我很爱骑摩托车，在台湾没有什么感觉比得上这个自由的 feel。 有住在南部会骑摩托车，好像是人类是无法受伤的。但我不能跟你们说我有几次需要帮助别的人，因为他们选择骑路边而不是安全的骑。那第一个就是骑这个摩托车就是台客。我很爱台客，我可能是全台湾最台的外籍教授。你们应该知道哈，在南部，当一些女人要生小孩的时候，进去医院做超音波，就问个医生是男生还是女生，医生可能会回答是一个台客。当父母问医生他怎么知道，医生说因为小 baby
已经有那个台客的知识哦，而且通常这种的台客 baby 一出生，他马上是在找他的蓝白拖跟那个夏威夷的衬衫。请记得，如果你是一个想要模仿台客，你的衬衫一定要完全开的，像一个披风飘在你的后面。更重要是你的安全帽的扣子一定要打开，有扣的是很丢脸的哦。我认为他们不把安全帽扣好，是因为速度太快，会导致他们的脖子是被掐死。而且我们都知道哈，当台客发生的意外的时候，会看起来非常的酷啊，因为那个安全帽会飞出去，然后他们的身体是跟着在后面。我这个亲自看过，拜托了，需要多笨才会安全扣弄好？你觉得我太酸了吗？哈，好了，我还是会承认，我蛮欣赏他们的勇气。比起逼出最多的马力从这么小的引擎，我不是说他们的身体啊。另外，我常发现一些妈妈或女人会从旁边的小路出来，非常的外扩，也不去看左边或是右边。这些人只有信任有一个方向，就是他们在往的那个方向。别的人都没有存在。现在很道歉啊，因为我要开始讲到一些老人。我没有排斥老人，有的很多的老人是我最喜欢的朋友啊。还有你们在下面不要留言说我是阿伯 ，OK？ 你们有看到我的6块肌吗？没有啊，因为现在就是没有。可是过个2个月大概会有。反正哈，如果你没有开车很白目的话，有一天你也会变成老的。我可能会比较快一些了，但是基本上我们都是往同样的方向。所以为了保护你的未来，我跟这些老人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有的老人骑摩托车的时候头往左边，然后摩托车往右边？我知道他们有可能是找麻辣锅店，可是不是很怪吗？看着左边，可是摩托车是骑着右边，这些是为了平衡感吗？还是为了营养吗？我知道为了右就是要有一点左，可以不要在骑摩托车的时候有产生这种的营养的趋势或是现象。好了哈，如果你是看到这里不订阅，会让你非常的后悔。而且我真的很推荐你马上去看我这个影片，因为我在批评台湾最红的外国 YouTuber， 这个可能是你今年会看到最好笑的外国人。